顿涅茨克州战报：乌军110旅在阿夫迪夫卡方向击落本月第3架苏 -25 战机。乌军袭击克里米亚俄军，摧毁其在高加索港最后一艘油轮，切断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的运输通道。匈牙利没招了，承诺不恢复俄油供应将阻止援乌。芬兰外长督促匈牙利退出欧盟。为帮哈里斯竞选，拜登可能放宽乌军使用武器限制。俄军提高激励政策，以吸引更多人员前往乌克兰作战。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据乌克兰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截至7月23日22点，双方已发生99起战斗冲突，乌军造成俄军死伤1220人，摧毁了4辆坦克、20辆装甲车、57门火炮系统，其中顿涅茨克州是战斗最激烈的地区。从北到南，据乌克兰总参谋部报道，在西维尔斯克轴线上，7月22日和7月23日战斗中，乌俄双方在罗兹多利夫卡东北部、上卡米扬卡以及西维尔斯克东南部靠近斯皮尔内和维姆卡的地区展开了激烈交火，战斗冲突数量达到8次。据一名在西维尔斯克方向作战的乌克兰营长表示，由于俄乌双方在该轴线的战斗主要以无人机为主，因此在无人机战术改装方面，拥有更多经验的乌军士兵在战场更具优势。不过该营长也表示，俄军正在距离前线约10公里的地方部署大型电子战系统，以针对乌军无人机的打击。恰索夫亚尔方向在7月23日的战斗中，俄军并没有取得任何得到正式确认的进展，但有俄军事博主称，俄军已在卡蒂尼夫卡以北和赫里霍里夫卡附近有所推进。而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报告，7月23日，俄军加大对恰索夫亚尔地区的攻击频次，袭击地点主要集中在北部的新马尔科夫、瓦西约夫卡，西部和西南部的伊万尼夫卡、克里西伊夫卡以及安德里夫卡等地。乌克兰霍尔蒂察集团发言人纳扎尔沃格申中校当天表示，俄军第132摩托化步兵旅正在向恰索夫亚尔和托列茨克方向实施作战行动，其中托列茨克方向，乌俄双方在周围大小村镇的战斗仍在激烈继续。有俄方消息称，俄军已在阿尔乔莫沃和纽约村中部突破乌军防线，但目前尚未有视觉证据传出，而且从实时地图看，俄军也尚未攻入纽约村。在阿夫迪夫卡，俄军7月23日继续向西推进。据乌克兰军事观察员尤里布图索夫和地理定位图像显示，在过去1周时间，俄军通过以步兵为首的攻击小队，每天多次不间断持续发起小型正面进攻，已从阿夫迪夫卡向红军村方向推进了6公里。据俄方消息显示，俄军已经推进至该方向的沃尔切郊区以及卡利夫斯克水库的北岸和南岸，目前距离红军村基米特洛夫仅剩14公里。值得注意的是，7月23日当天，乌军第110旅的士兵在阿夫迪夫卡以西、亚诺布罗迪夫卡、乌曼斯克以及卡里夫卡附近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了一架试图攻击乌军阵地的苏25战机。传出的视频清晰地拍到苏25战机在空中解体爆炸，以及俄飞行员跳伞逃生的过程。目前俄国防部尚未做出回应，但这也是本月乌军第110旅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飞机。第一架是在7月7日，乌军110旅在同一位置击落一架俄军苏25战机，击毁人亡。第二架是在7月19日，飞机坠毁。可见乌军已经能抓住苏25在近距离俯冲时容易被击落的时机，仅一枚便携式防空导弹便能将其击落。此外，乌军第14 UAS 团和79空中突击旅使用无人机引导海马斯导弹，分别摧毁了俄军一台高性能雷达和一套道尔防空系统。再往南，在顿涅茨克这个大城市，7月23日，俄军继续向西推进。据最新发布的地理定位图像显示，俄军已经推进至顿涅茨克市西部斯洛维扬斯卡街，双方展开激烈战斗，乌军数次击退了俄军增援的机械化旅的进攻。目前，乌俄双方在顿涅茨克市以西靠近克拉斯诺霍里夫卡和马克西米利亚尼夫卡地方继续战斗，其中俄军已经将第238炮兵旅、格拉奇特种部队支队以及第5摩托化步兵旅派遣到克拉斯诺霍里夫卡来加强进攻动作。此外，俄国防部声称，俄军正驾驶越野车向列米夫卡和乌罗谢纳发起进攻。还有消息称，俄军正调派兵力准备向大诺沃希尔卡以南的布拉格达特涅发起进攻。俄军是打算从左右打出去后再回来包围中部地区吗？顿涅茨克战局会如何发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
据乌军总参谋部报道，7月23日，乌军使用无人机在克拉斯达诺尔地区高加索港成功打击了俄军在该地区最后一艘渡轮斯拉维亚宁号。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州长维尼亚明·康德拉季夫发文表示，袭击造成1人死亡，多名船员和港口员工受伤。稍后，俄国防部发布声明表示，俄军防空系统于7月23日凌晨在克里米亚和黑海上空摧毁了21架乌军无人机。其中，据俄罗斯任命的塞瓦斯托波尔市州长米哈伊尔·拉兹沃扎耶夫表示，该市遭受了15架乌军无人机袭击，导致克什大桥交通再次中断。从地图上看，高加索港口靠近连接黑海和亚速海的克什海峡，而克什海峡又将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分割开来。在克什大桥建成之前，渡轮是俄罗斯向半岛运输货物的重要手段。但是从2022年8月开始，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几乎每天都能听到爆炸声。如今，俄军最后渡轮被袭，克什大桥又经常性交通中断，克里米亚半岛与俄罗斯本土的联系愈发薄弱。火力军估计，等克里米亚俄军削弱到一定程度，乌军必将有所动作，甚至是抢滩登陆。在乌克兰切断俄石油过境的德鲁日巴输油管道后，匈牙利的战略储备只够坚持90天，因此匈牙利总理第一时间便与乌克兰协商。但目前看来，协商未果，未能解决此事。而没招的匈牙利开始了对乌克兰的威胁。早在2年前，欧盟就有所预料，要求成员国摆脱对俄石油、天然气的依赖，寻求其他渠道替代。但匈牙利贪图便宜，不仅坚决不剥离，还要享受着欧盟补贴，两头占便宜。结果现在栽跟头了，直接卡住了匈牙利的脖子。若是90天内匈牙利没有足够的石油，匈牙利的炼油厂将无油可炼，将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石油及其制品，这样带来的成本大幅增加，将严重影响匈牙利的经济。匈牙利外长西亚尔托对此表示，乌克兰切断俄石油的决定威胁到了匈牙利的长期石油供应安全，是敌对行为。他威胁称，如果乌克兰不恢复供油，将阻止乌克兰加入欧盟，阻止欧盟对其的军援，以及向欧盟理事会发起投诉。具体情况，据报道称，7月23日，匈牙利要求召开欧盟贸易政策委员会会议，评估暂停通过乌克兰转运俄罗斯石油的情况，并且匈牙利还表示，在乌克兰解决该问题前，不会批准从欧盟和平基金向乌克兰拨款65亿欧元为乌克兰购买武器的请求。值得注意的是，这笔6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在过去2年多时间里，匈牙利一直利用规则阻挠，而欧盟已经明确表示准备绕过匈牙利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所以，匈牙利的此项威胁可能不起作用。当然，匈牙利还会用新援助、加入欧盟等条件继续威胁乌克兰。不过，依如今乌克兰的实力以及盟友的援助，坚持90天应该没啥问题。但匈牙利能坚持住吗？此外，鉴于匈牙利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和行为，北约和欧盟的大多数国家对其表现出了厌恶的态度，认为匈牙利不符合欧盟的价值观。7月23日，芬兰外长瓦宁托宁称，鉴于双方原则分歧，匈牙利应考虑加入欧盟是否符合其价值观，并强调匈牙利政府不应给人留下代表欧盟的印象。这是芬兰首次直接督促匈牙利退出欧盟。但依匈牙利的办事风格，怎么可能放弃欧盟这个巨大的福利？匈牙利的命运会如何？火力军会持续关注。若是其继续利用欧盟规则阻止队伍援助，又不断代表欧盟进行违背价值观的活动，离被扫地出门真的不远了。至于这2天火热的拜登退选对乌克兰的影响，7月23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为了给民主党加分，接下来的几个月，拜登可能会在乌克兰和中东问题上加大力度，为哈里斯竞选创造条件。其中，在乌克兰问题上，7月23日，拜登已将乌克兰支持法案的权利下放给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首脑。据总统的一份声明显示，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和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被授予关于恢复经济繁荣和为乌克兰人创造新机会法案的权利。对此，外界预测认为，拜登有可能在未来3个月放松对乌克兰使用武器的限制，力求在乌克兰战场上为乌克兰创造更好的局面，以帮助哈里斯竞选。接下来，乌军或许会迎来一波援助武器的大升级。据 ISW 报道，俄罗斯各地都在增加财政激励措施，以吸引更多人员前往乌克兰作战。其中，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于7月23日签署了一份激励法案，即新兵若与俄国防部签署1年的兵役合同，即可获得190万卢布，约21600美元的一次性入伍奖金。此外，据索比亚宁的新闻社报道称，俄罗斯的合同军人在服兵役的第1年可获得520万卢布，约59150美元。对此 ，ISW 评估称，如此高的财政激励措施将使俄军有充足的兵力来维持进攻节奏，
但也会给俄罗斯带来高昂且长期的经济成本。除了财政奖励外，俄罗斯还采取了其他激励措施，如俄罗斯国家杜马于7月23日一读批准了一项法律，即授予从2022年9月30日起在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参与战斗的俄军士兵和乌克兰居民退伍军人身份。对此，一位俄国防副部长声称，这项规定不需要从预算中增加支出，尽管将退伍军人身份扩大到更多军人，使俄罗斯承担了长期支出，如军事养老金、医疗支持和其他社会福利。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还通过了其他几项关于部队组建和兵役福利的法案，如允许雇主将应服兵役的雇员的信息转移到征兵中心，又或是禁止俄罗斯官员将向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军人收取破产赔偿金。但俄罗斯的这些激励政策真的可信吗？就财政激励，霍利军觉得就实现不了。7月22日，被捕的伊戈尔·吉尔金的一名战友对外讲述了俄罗斯军人及其亲属对俄国防部未能向他们支付工资，并将现役人员误认为失踪人员的投诉。据悉，其主人公是来自俄第138独立摩托化步兵旅的无人机操作员，他于2023年11月自愿在乌克兰作战，并于2024年5月被部署到沃尔昌斯克方向作战。据他所述，自2024年3月起便没有领到月薪。几个月时间，他和他的战友一共只收到3万到5万卢布，约340到570美元。最可气的是，俄罗斯军事当局还将无人机操作员和他战友列为失踪人员。俄罗斯国防部欠无人机操作员60万卢布，约6800美元。虽然事后该无人机操作员的亲属向俄罗斯政府发出了几次投诉，拿到了承诺的一部分补偿，但类似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俄罗斯在薪酬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此外，俄罗斯经济非常糟糕，可能不足以支持俄军继续作战。当地时间7月23日，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从8月1日开始，俄罗斯政府再次恢复对汽油和石油的产品出口禁令，以缓解燃油批发价格的大幅上涨的情况。自6月初以来，俄罗斯95汽油的批发价格已上涨 44%， 超过每吨800美元。甚至如确有必要，还可能在9月和10月继续禁止汽油出口。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来自几个方面：一、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油库；二、俄罗斯遭受2年多的制裁；三、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在销售石油、天然气，抢夺俄罗斯能源市场。俄能源经济遭受打击，对战争投入就少。7月14日，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曾公开表示，俄罗斯的经济很糟糕，正考虑再次调整关键利率。可见，如今的俄罗斯经济已经乏力，越打越有钱的谎言将难以维系。据军队认可用户7月18日消息，前段时间俄海军深水侦察器 AS-36 在挪威海的一次测试中，与北方舰队米哈伊尔鲁德尼茨基相撞，导致船体受损。根据俄海军资料显示， AS-36 配备有无线电技术设备、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最新的导航系统，它能够进行多种水下搜索任务，必要时候还能够前往深海营救潜艇船员，是北方舰队紧急救援部队的重要资产。此次碰撞不仅损坏了船只，还使 AS-36 无法正常运作。俄海军目前正在估计维修该设备所需的时间和资源。据中时新闻网7月21日报道，近期网络上流传了一段影片，在莫斯科以南约150公里的乌祖诺沃火车站，俄军可能正在向前线秘密运输大量的 T-54坦克。据悉 T-54是在二战后研发出来的，它在1945年底于夏塔基尔完成了首次原型制作，并在1947年开始生产。T-54拥有100毫米口径主炮，副武器配备有一挺 7.62 毫米口径的 SGMT 机枪，以及一挺 12.7 毫米口径的 DSHK 重机枪。周身拥有99毫米厚的装甲，最大时速45千米每小时。在当时的战场上， T-54拥有着压制性的火力、极强的生存能力以及超高的机动性，很快就发展成为苏联陆军的主力。且据相关数据显示， T-54及其后继者 T-55， 苏联生产了超过83500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代工厂也生产了21000辆，其参与了多次战争，服役记录遍及中东、非洲、欧洲，堪称有史以来经过实战考验最多的坦克。
不过，虽说 T-54的性能在当时那个年代很出色，但是放到如今的俄乌战场上，和现代坦克比起来，还是显得有点落伍。俄军此前普遍使用的都是 T-90坦克，如今就连 T-54这种老古董坦克都要被运往前线，可见俄乌战争正在逐渐耗尽俄军的战备资源。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是俄罗斯首次出现军备枯竭，先前印度把在俄罗斯购买的 T-90送回俄本土进行返修维护，俄军也曾将其秘密派到前线作战，目前已经有多辆 T-90被摧毁成废铁。此外，据俄罗斯媒体最新消息，伊尔 76MD-90A 运输机因存在零件缺陷而被迫停飞。伊尔476拥有着极其强大的推力引擎，运输量52吨，航程6700公里，主要用于运输军事装备、武装人员、重型和长型车辆和货物，以及空投任务。属于俄罗斯关键战略物资，然而近期却频繁发生技术故障事故，导致其可靠性已受到严重质疑。鉴于俄军军备资源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而乌克兰却在源源不断地接收北约军援，此消彼长之下，留给俄罗斯的机会不多了。据军闻网7月17日报道，美国陆战队 MV-22B 鱼鹰旋翼机将会在澳大利亚漆黑军演上搭载英国皇家陆战队的轻型战术轮车 MRZR， 执行快速着陆和突击演训。按照计划，英国皇家海军会派遣阿格斯号补给舰、莱姆湾号两栖船坞登陆舰前进到达尔文基地。与此同时，美陆战队会出动 MV-22B 鱼鹰运输机，通过与英军的密切合作，让 MRZR 倒车驶入鱼鹰运输机机舱，接着与突击队员一起升空前往目标地点，执行快速突击演训，验证快速投射能力与作业互通性。据悉，这是双方对应军备的首次合作。在此之后，美英还将参加后续的掠食者行动24军演，继续展现维护西太平洋稳定的承诺。据军闻网站7月20日报道，俄罗斯 Cruiser 公司开发出了一种能够快速识别无线电干扰源的无人机。该无人机配备了专门设计的无线电测角仪和定向天线，使其能够精确定位无线电发射源，包括基站以及无人机操作员的位置。据开发人员表示，这种无人机可以大幅提高军事行动效率，特别是在应对敌方无人机方面，能够通过快速有效的识别干扰源，为保持通信和现场操作的完整性提供了战略解决方案。而且，除了军事用途以外，无线电测角无人机还能够在民用场景中发挥巨大作用。比如，它可以执行搜索和救援任务，其能够定位5公里范围内的坠毁飞机，或通过无线电信标发出求救信号的失踪人员，可以让整个行动更加有针对性，从而提高任务效率。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匈牙利之后的命运以及俄罗斯的激励政策有什么要评价的，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